10号球员是足球世界中的特殊象征，代表着球队核心的位置。他也是被赋予荣耀和骄傲的标志。你们知道吗？90年代的意甲是属于10号球员的黄金时代。齐达内、罗伯托·巴乔、亚历山德罗·德尔皮耶罗、吉安·弗兰科·佐拉、弗朗西斯科·托蒂、戈奥尔基·哈吉等都是意甲联赛中的10号代表人物。然而，在这个充满世界级10号球员的意甲联赛中，有一位被遗忘的10号球员，被认为比齐达内等人还要出色。他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令球迷们充满想象，永远不知道他的下一个动作和出球方向会是什么。他甚至被认为是在90年代最完美的10号球员，也是许多老球迷心中永远的传奇。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塔斯克伊鲁的伊利。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葡萄牙中场大师鲁伊科斯塔。1972年3月29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北部的小城阿马多拉迎来了一位足球天才鲁伊科斯塔的诞生。从他还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加入了当地室内足球队达马亚基纳西奥。在那里，他展现出了非凡的足球才华，令人瞩目的天赋让人一眼便能看出他的特殊。不久后，鲁伊科斯塔得到了葡萄牙最大俱乐部之一本菲卡的推荐。在那个特别的日子，鲁伊科斯塔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本菲卡的青训营，参加了一场试训赛。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的10分钟试训中，他征服了葡萄牙传奇人物尤西比奥。作为本菲卡青训负责人，尤西比奥当场决定留住这个拥有天赋异禀的小家伙。本菲卡作为葡萄牙传统豪门，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足球基础设施。鲁伊科斯塔的父亲相信，这里将为他提供快速成长的机遇。从那时起，鲁伊科斯塔正式成为本菲卡青训营的一员，开启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在本菲卡的青年队时期，鲁伊科斯塔经历了6年的成长与锻炼，这段时光塑造了他出色的足球技巧和职业态度。然而，1990年的租借机会给了他更广阔的舞台来证明自己。法菲俱乐部或许在联赛层级上不是最高的，但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年轻球员来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也正是在法菲俱乐部，鲁伊科斯塔开始展现出他的潜力和决心。他以年轻的年纪就能站稳脚跟，展现出职业球员所需的技能和勇气。这个阶段的经历为他之后在职业足球领域取得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年后，在葡萄牙本土举行的世青赛中，鲁伊科斯塔和路易斯·菲戈共同领衔的葡萄牙黄金一代将球队送进了决赛。在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巴西青年队之后，葡萄牙青年队成为了世青赛历史上第1支蝉联冠军的欧洲球队。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让鲁伊科斯塔重新引起了本菲卡的关注，决定将他带回一线队，并给予他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同时，他还接过象征球队的主力和核心这份地位的10号球衣。这一刻，鲁伊科斯塔的职业生涯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在1991到92赛季，鲁伊科斯塔代表本菲卡在葡甲联赛中首次亮相。当时的主教练是后来的英格兰国家队主帅埃里克森。这位瑞典教练显然对于鲁伊科斯塔这名天才中场球员格外青睐，毅然将中场指挥官的重任交给了他。而少年老成的鲁伊科斯塔也没有辜负埃里克森的期望。他不仅凭借着精准的传球和出色的控球能力，在进攻端也表现出色。他在首个顶级联赛赛季就交出了21场比赛6个进球10次助攻的成绩，这样的表现着实令人瞩目。在接下来的2个赛季，鲁伊科斯塔和前锋若奥平托成为本菲卡主要的进攻组合，他们携手助球队先后夺得1座葡萄牙杯赛冠军奖杯和1座葡甲联赛冠军奖杯，成为备受关注的年轻新星。然而1994年夏天，本菲卡陷入财务危机，迫切需要资金，不得不将鲁伊科斯塔出售。巴塞罗那和佛罗伦萨成为争夺这位葡萄牙球员的领跑者，但鲁伊科斯塔拒绝了约翰克鲁伊夫和诺坎普球场的邀请，选择了意甲的佛罗伦萨。其实，鲁伊科斯塔的这个决定出于对本菲卡的忠诚，因为佛罗伦萨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帮助本菲卡度过财政困扰。最终，年仅22岁的鲁伊科斯塔以6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了当时重返意甲联赛的佛罗伦萨。这次转会标志着鲁伊科斯塔职业生涯的新篇章，他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旅程，来到了一个当时充满世界级10号球员聚集的意甲联赛。穿上紫百合佛罗伦萨传奇人物安托尼奥尼留下的10号球衣，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也知道球迷们仍然怀念着罗伯特·巴乔穿着10号球衣的经典瞬间，但我希望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为我离开这座城市而感到担心和不舍。鲁伊科斯塔意气风发地说道。在鲁伊科斯塔加盟紫百合后，他与战神巴蒂斯图塔很快地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在球场上的默契配合和相互理解令人赞叹。鲁伊科斯塔擅长创造进球，而巴蒂斯图塔则是终结者。在拉涅利的完美安排下，这对搭档展现了近乎心灵感应的默契，为佛罗伦萨收获了丰厚的回报。无论是传中还是突破防线的完美传球，鲁伊科斯塔几乎能为巴蒂斯图塔提供各种形式的助攻。在那个赛季，巴蒂斯图塔打进了26个进球，成为意甲最佳射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伊科斯塔为紫百合的进攻注入了新的活力。两人的出色配合使得紫百合的攻击线变得极为致命，成为对手防线的噩梦。随着来到水平更高，当时被誉为小型世界杯的意甲联赛，鲁伊科斯塔迅速适应了球队，并展现出极其稳定和成熟的表现，成为紫百合的进攻组织核心。这也为他赢得了佛罗伦萨王子的美誉。在与鲁伊科斯塔搭档的6年里，巴蒂斯图塔与他的进攻组合在意甲赛场上堪称经典。他们合力帮助佛罗伦萨夺得意大利超级杯和意大利杯冠军。虽然未能帮助球队成功拿下意甲联赛冠军宝座，但这对让人闻风丧胆的黄金搭档仍然帮助佛罗伦萨成为90年代中期的意甲7雄之一，同时也让他们被誉为当时足坛最佳的9号和10号球员之一。在以防守著称的意大利联赛中，他和巴蒂斯图塔在90年代中期一同打造了最具观赏性的紫百合军团，每场比赛都能点燃球迷的激情。然而，由于种种球队不稳定的因素，佛罗伦萨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战绩，尤其是在1998到99赛季的最后阶段，佛罗伦萨似乎正在接近30年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巴蒂斯图塔在前13场联赛中打入13球，而鲁伊科斯塔则处于他有史以来最好的赛季，他打进了14球。然而，当巴蒂斯图塔因伤倒下时，佛罗伦萨和鲁伊科斯塔忽然失去了他们进球的灵感。更不幸的是，佛罗伦萨内部在这时爆发了混乱，在接下来的11场联赛中只赢了2场，最终球队排名第3。而这个成绩也让球队的巴蒂斯图塔心灰意冷，渐生离异。接下来的赛季，尽管鲁伊科斯塔帮助球队举起第2座意大利杯，但是他的黄金搭档巴蒂斯图塔已经离开了紫百合，这让球队的阵容和默契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同时，球队也历经了3任走马灯般的主教练，使得曾经辉煌的时光渐行渐远。然而，离开紫百合的这一天还是到来。当时的佛罗伦萨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被迫出售鲁伊科斯塔来帮助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决定。紫百合的球迷们对于他们心中的英雄的离开感到无比不舍，就如鲁伊科斯塔刚加盟时所说的一样，紫百合的球迷也会为我离开这座城市而感到不舍。这个男人确实在佛罗伦萨消耗了太多年华，有心无力的他也不曾随队赢得任何一个重要的冠军。现在 AC 米兰成为了他最后在意甲证明自己的机会。2001年7月，29岁的鲁伊科斯塔以42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 AC 米兰。就这样，鲁伊科斯塔脱下了身披7年的紫色球衣，穿上了红黑尖条衫。当时的红黑军团正处于一个低谷期，联赛冠军2度被罗马城的2支球队夺取，而尤文图斯也在不断前进。尽管 AC 米兰拥有马尔蒂尼和科斯塔库塔领衔后防，中场也有阿尔贝蒂尼和加图索这样的防守悍将，但缺少一名优秀的指挥官。雷东多本来被米兰寄以厚望，但伤病让这名阿根廷人无可奈何。而当时的皮尔洛还未成熟，鲁伊科斯塔的加盟无疑成为米兰进攻的希望所在。然而，鲁伊科斯塔在米兰城的开局并不顺利。在2001年8月26日，新赛季的意甲首战 ，AC 米兰客场挑战布雷西亚，鲁伊科斯塔因右臂肘关节脱臼及右手第2指骨折，不得不离场接受治疗，不得不休息1个月。随后在 AC 米兰主场迎战维罗纳，鲁伊科斯塔遭遇左脚韧带拉伤，再次伤缺2个月。直到2002年4月初，好不容易伤愈复出的鲁伊科斯塔又在与切沃的比赛中拉伤大腿肌肉，这无疑是鲁伊科斯塔职业生涯中最灾难性的一个赛季。鲁伊科斯塔无奈地表示：“对我来说，这是很不幸的一年。这一年我所受的伤比我在佛罗伦萨的7年中所受的伤还要多。”
鲁伊科斯塔为了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米兰生涯的决心，他主动将假期缩短了1个月，成为了最早前往米兰城报道的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他到达米兰的更衣室时，他第一时间便打开自己的柜子，将上赛季穿的几双球鞋全部扔掉。鲁伊科斯塔说：“他们没有给我带来好运，我希望新球鞋会好一些。我不能再重复上赛季的不幸，那是我职业生涯最糟糕的阶段。”经历了加盟米兰首个赛季的低迷后，鲁伊科斯塔在2002到03赛季状态回勇，并成为了安切洛蒂和 AC 米兰的核心进攻组织者。2002年11月26日 ，AC 米兰在欧冠小组赛对阵皇家马德里，在上半场的第40分钟，鲁伊科斯塔传出一记60米的贴地直塞传球，助攻舍甫琴科打进了制胜一球。这脚传球成为欧冠历史中的经典画面之一，皮球像精准的导弹一样跨越大半个球场，准确地送到了前场的乌克兰核弹头。米兰在主场完美地赢得了比赛。随后，鲁伊科斯塔和 AC 米兰一路闯进决赛，最终登上欧洲之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次冠军。在2006年夏天，鲁伊科斯塔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选择放弃与米兰的最后1年合同，并带着192次出场、11个进球、47次助攻的成绩离开了米兰城。在红黑军团的5年时光里，鲁伊科斯塔经历了从巅峰末期走向生涯末期的历程。尽管在许多球迷看来，他加盟红黑军团后似乎并没有达到一个超级巨星的期望，但对他个人职业生涯来说，他却收获了2座至关重要的奖杯、意甲冠军和欧冠冠军。他的米兰生涯可以说是既完美又有一些遗憾。2006年5月25日，35岁的鲁伊科斯塔正式结束了在意大利联赛长达12年的征程，回到了他职业生涯的起点本菲卡。回归本菲卡的2个赛季里，鲁伊科斯塔承担了领袖和导师的职责。虽然已经年满35岁，但他依然在某些时刻展现出中场大师级的才华，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少。然而，在2007年的最后一天，当大家准备庆祝新年的时候，鲁伊科斯塔悄然宣布他将在2007到08赛季结束后退役。2008年5月11日，葡超联赛最后一轮，本菲卡在光明球场迎战来访的塞图巴尔。由于赛前已经确定了联赛的最终排名，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本菲卡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但显然，这场比赛的主角只有一个人——鲁伊科斯塔。为了欢送这一代10号中场大师，5万名观众的光明球场座无虚席。整场比赛，本菲卡的球迷们自始至终高呼着鲁伊科斯塔的名字，直到第86分钟时，他被换下场，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一代10号中场大师也正式完成绿茵场上的最后一舞，能够在球迷们的欢呼声中退役，能够骄傲的退役，我没有任何遗憾。说出这番话时，鲁伊科斯塔已经泪流满面。作为黄金一代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鲁伊科斯塔至今仍然被很多老球迷深深怀念。身穿10号球衣的鲁伊科斯塔本身就散发着足球的魅力，他令人着迷的技术和优雅舞步总是在人们意料之外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传球和创造力。每当他拿球，观众们都感觉到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的犀利传球常常让后卫和守门员措手不及。有许多媒体和球迷甚至认为，鲁伊科斯塔是90年代最完美的10号，甚至超越了当时地位和知名度比他还高的齐达内。对此，我只能说，梅须逊雪3分白，雪却输梅1段香。他们都是在那个年代最好的10号之一。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